朋友们，我是陈正。今天咱们关起门来聊点实在话。很多人嘴上说不信命，觉得只要拼命努力就能逆天改命，但仔细想想，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好像没你努力，脑子也不见得灵光，可偏偏干啥啥成，摔倒了也能轻松爬起来。反观我们自己，经常起早贪黑，谨慎行事，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身体垮了，钱财亏了，机会眼睁睁溜走，这真的只是运气不好吗？其实不然，这背后藏着一种更深层的能量逻辑，也就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智慧中所说的气。西医看的是肉体与指标，而中医智慧关注的是那股流动在身体内外，决定一个人状态与格局的能量。一个人能否承载富贵，在仪器上看不见，但在懂得观察神与气的人眼中却清晰可辨。在安康百会，我结合多年观察，总结了15种特别的气场特征。如果你身上能对上其中3条，哪怕眼下正处低谷，负债前行，我也要先恭喜你，因为这表明你骨子里有格局，有底子。就像老话说的，老天赏饭，翻身之日或许不远。但这15条并非人人皆有，我也见过一些人，家中富裕却一条不沾，这往往德不配位，财富反而成为负担，甚至最终变成要钱，买命钱。所以，今天咱们不妨一起对照这15个特征，冷静看看自己，究竟是具备那天选的气质，还是人在命运之河中辛苦扑腾？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把握前路。下面就开始给大家进行讲解。这第一条也是最要紧、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条，叫做目光障神。啥叫障神？现在好多年轻人眼睛瞪得溜圆，看着挺凶、挺有精神，以为这就是气场强，其实这是浅了。真正的贵人，他的眼神是往里收的。你观察过老虎捕猎前的眼神吗？它不是凶光外露，它是静的，是在仔细观察等待时机。我以前见过不少真正有能耐的人，他们的眼神从来不是直勾勾逼着你，让你不舒服，他们的眼神啊，像一口古井，你看不到底。你觉得他在认真听你说话，但他其实是在吸收，在判断。这种人心神能守得住，中医讲心藏神，神不往外乱跑，你的能量就锁住了。这好比一个国家的国库，大门关得严严实实，谁也不知道里头有多少黄金，这才是真富贵。反过来，那种眼睛滴溜溜乱转，目光总是飘在外面，甚至睡觉都半睁着眼的人，那叫神散。神一散，气就跟着散，气散了，财也就聚不住了。这种人呢，命里有座金山也得给败光，因为他浑身都是漏斗，存不住东西。这第2条，咱们来听声音，这一点骗不了人。好多人觉得嗓门大就是底气足，不对，真正好的声音要沉，要有穿透力。庄子老早就说过，真人之息以种，众人之息以种，众人之息以喉。普通人说话，那声音是从嗓子眼挤出来的，又尖又急，听着让人心烦。这种啊，是心火太旺，肾水不足，是短命相，也是贫贱相。真正有贵气的人，你留意他说话，那声音感觉是从小肚子丹田发出来的，甚至感觉能从脚后跟传上来，浑厚有磁性，哪怕他小声嘀咕，你在房间角落也能听得真真的。为啥？因为他气足，气足了，声音的韵味就长。这种声音代表他肾气非常强，肾主骨生髓，肾气足，脑子就清楚，决断力就强，遇到大事能稳得住，拿得定主意。你想想，一个遇上事儿就慌神，说话声音发抖发飘的人，他能发得了大财，能守得住财吗？难。第3条，咱们看看耳朵。老话说耳大有福，这话只对了一半。猪八戒耳朵大不大，那是福吗？那是贪。咱们看的不是单纯的大小，看的是厚度和颜色。你伸手摸摸自己的耳朵，要是薄薄一层，软趴趴的，这叫先天肾气有点亏。这种人往往胆子小，容易没主见，
别人说啥是啥，做生意最容易被忽悠。真正能成事的人，那耳朵摸上去的厚实，有肉，甚至有点硬硬的韧劲，而且颜色要比脸上的皮肤更白净，这叫耳白于面，名闻四方。耳朵是肾开窍的地方，肾是你的老本，是你爹妈给你的先天之本。这本钱厚实，你到社会上闯荡，心里才有底，才经得起折腾。第4条，这点特别关键，叫手脚常温。说到这，好多女同志心里可能得咯噔一下，现在的女孩子十有八九手脚冰凉，这在中医里叫四逆，是阳气到不了身体末梢，手脚是身体的最远端，是阳气最难输送到的位置。如果你的手脚一年四季都是暖乎乎的，说明你的心脏泵血力量非常强。心脏是啥？是身体的君主，是皇帝。皇帝有力量，底下的百官气血才不会乱套。我在实际生活中见过不少所谓的有钱人，50来岁，一握手，那手跟冰块似的，甚至手心还冒冷汗。这种人，我跟你说，就算现在有钱，也是在拿命换钱。他的阳气已经衰败了，心里装满了算计和焦虑。而那些真正能做大事、能扛事的人，你跟他握手，能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暖流传过来，那是纯阳之气。这种人心地往往比较光明，做事果断，财运自然喜欢跟着他跑。第5条，说说睡觉的能力。这一点在现在这社会太重要了。失眠的人比地上的蚂蚁还多，好多人以为我不睡觉，我熬夜干活，我就能比别人更快成功。这是傻，这是拿生命换纸张。真正的天选之人，有个本事叫倒头就睡，不管白天发生了天大的事，哪怕明天公司就要关门，只要脑袋一挨枕头，几分钟就能睡着，呼声就起来了。这叫心肾相交。这种人的心理素质极强，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睡觉是天下头一号的补药，你能睡得香，说明你的魂魄能安定。魂魄安定了，第2天起来精神饱满，看问题透彻，做决定精准。那些整晚翻来覆去像烙饼，脑子里一团浆糊的人，身体就像个垃圾场。财神爷见了你那副愁眉苦脸、神不守舍的样子，躲都来不及呢。第6条，看鼻子。面相学上说问富在鼻，但大家可别搞错，不是鼻子大就一定能发财。我见过鼻子挺大但日子过得艰难的人，关键看2点，一是要像悬胆，二是不露孔。悬胆就是鼻头要有肉，圆润饱满，像挂着一个猪胆，鼻梁要直，中间不能有凸起的节。鼻子在中医里对应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管消化吸收，你脾胃好，才能把外面的机会、钱财消化成自己的东西。鼻头有肉，代表你土厚，土能生金，这是五行相生的道理。更关键的是不能漏孔。你正面看一个人，如果直接能看到他2个黑黑的鼻孔，这叫漏财鼻。这种人有多少钱都存不住，左手进右手出，性格上也容易太大方，借钱给别人经常收不回来。真正能积累大财富的人，他的鼻孔是收敛的，从正面不太看得到，就像他的钱袋子扎得紧。第7条，看背部。现在审美有点走偏，觉得背薄如纸才好看，叫什么少女背。从中医和传统角度看，背薄如纸，那是贫弱、福薄的迹象。古人夸人虎背熊腰，那是好话。背部是督脉走的地方，是人体阳气汇聚的大海。一个人的背厚实有肉，说明他阳气足，抗压能力强。你想想，要挑起一个家的担子，要扛起一个企业的责任，你那小身板薄的像纸片，压得住吗？一压就垮了。背后的人，那是有福报的象征，代表他有靠山，或者他自己就能成为别人的靠山。这种人往往到了中年，运势会迎来大爆发，势头挡都挡不住。第8条，看嘴角的走向。这一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晚年的光景。你观察一下周围，很多人到了40-50岁，嘴角是向下耷拉的，像一条扣过来的小船，这叫覆舟口。
这种人平时抱怨多，负能量重，总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嘴巴是出纳工，你整天吐苦水，整天唉声叹气，那点财气全被你给叹走了，骂跑了。有贵气的人，哪怕不笑的时候，嘴角也是自然微微上扬的，像一弯新月，这叫养月口。这种人心里头是乐观的，是向阳的。中医讲皮开窍于口，嘴角上扬，说明他脾气健运，消化好，也代表人缘好。人缘是什么？人缘就是财源，你见人就带3分笑，说话让人舒服，谁不愿意跟你合作？你见谁都苦着脸，财神爷都被你那一脸晦气给冲走了。第9条是一种特殊的性格，叫美龄大士有静气。这一点是区分普通人和高手的关键分水岭。普通人丢个100块钱能急得跳脚，听说哪里超市打折，能排队3小时，遇到点挫折就哭天抢地，这是心浮气躁。而那些身上有大格局的人，你会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现象，小事上他可能丢三落四，糊里糊涂，可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公司要倒闭，家里出大事的时候，他反而出奇的冷静，冷静的让人心里发毛。这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种静气从哪里来？从强大的肝胆之气来。肝主谋略，胆主决断，只有肝胆气足，才能在混乱中一眼看到出路。这种人往往是那种能在危机中抓住机会，在绝境里实现翻盘的厉害角色。第10条，看食欲和消化。别笑，这真是富贵相。好多人为了瘦，这不吃那不吃，把胃气都饿没了。我告诉你，能吃是福，但这里的能吃不是胡吃海塞，而是胃口好，吃了能消化，能转化成力气。中医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一个人事业要做大，消耗的是巨大的精力和心血。你没有一副强大的脾胃来化生足够的气血，你拿什么去拼？你看那些真正的大企业家，吃饭不一定多，但吃得香，吃完精神头足。反过来看那些总感觉困顿的人，要么没胃口，要么吃点就胀，整天这不舒服那不舒服，连一日3餐都吃不明白，身体这个工厂都运转不灵，你还想吞下世界的财富，那真是难上加难。第11条，看头发和皮肤的光泽。我不看你皮肤白不白，那没用，我看的是润和光。有一种人，脸洗得干干净净，也不抹什么高级护肤品，但皮肤就是透着一层健康的光泽，头发也乌黑亮泽，这叫明珠出海。这代表他的气血非常旺盛，正在走上坡路，运势极旺。相反，如果一个人脸色灰暗，像蒙了一层土，或者头发干枯像稻草，那叫尘土蒙面，这说明他肺气不足，气血运行不好，精不生水，财源就容易断。这种时候千万别急着去投资，去搏一把，一搏准亏。你最该做的是好好养生，好好休息，把身体的光泽养回来，财运自然就跟着回来了。第12条，看走路的姿态。古人说得好，贵人行路如水，小人行路如火。你看那些气度沉稳的人，走路是稳的，脚后跟先着地，一步一步像大象一样，不管多急的事，他步伐不乱，这叫稳如泰山。而那些劳碌奔波命的人，走路总像是在跑，脚后跟不着地，一颠一颠的，或者像麻雀一样一跳一跳。这种人根基不稳，心浮气躁，钱财到了他手里，就像水倒进了漏勺，边走边漏。你要是想改变运势，不妨先从走路开始，把步子放慢，把脚跟踩实了，接接地气，你的运势才能慢慢稳住。第13条，叫做善于吃亏。这不是给你们灌鸡汤，这是天地间的道理。老子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个善人不是老好人，而是懂得利他的人。你观察身边那些能做大的老板，他们做生意总会给别人留点利润，不会把最后一个铜板都榨干。他们懂善财聚人的道理。从中医角度看，善本身就是一种气的顺畅运行。你把利益散出去一些，你的气就流动起来了，气流动起来，新的更大的财才会进来，这叫流水不腐。
而那些斤斤计较，买菜非要顺根葱，多付1毛钱都心疼半天的人，他的气是死的，是堵住的。一潭死水养不出大鱼，太小气的人也发不了大财。你越想紧紧抓住，那沙子反而流得越快。第14条叫做直觉，或者叫第六感，这听起来有点玄，但在中医里可以理解为神谕。当你的五脏六腑调和到非常好的状态，心神极其清净的时候，你会对未来有一种模糊但准确的预感。你会莫名其妙觉得某个人不能深交，后来果然证明他是个坑。你会突然觉得某个项目不能投，后来那项目真的爆雷了。这种直觉不是瞎猜，它是你身体里千万亿个细胞在瞬间处理了无数信息后给你的一个总体反馈。那些天选之人往往非常相信并且善于运用这种直觉，他们不全信冷冰冰的数据报表，因为数据只代表过去，而直觉有时能触摸到未来的影子。第15条也是最后一条，叫否极泰来的心态。这一条是真正的最关键的翻身信号。当你的人生跌到谷底，负债累累，亲友疏远，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整天以泪洗面，借酒浇愁，自暴自弃，那你可能真的就爬不起来了。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突然心里不慌了，突然觉得大不了就这样了，从头再来呗，甚至还能睡个安稳觉，兜里只剩5块钱，还能买个烧饼有滋有味的吃下去，那我真要恭喜你，这一刻就是你命运的转折点，这叫阴极阳生。中医讲，阴到了极点，阳气就必然要开始生发。你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坦然，恰恰是内心最大的阳气，是最强的生命力。老天爷要把重任交给你之前，非得先狠狠磨砺你一番不可。你扛住了这最后最黑暗的一波，接下来等着你的很可能就是触底反弹，是微型反转，是想象不到的好运。好了，这15条特殊的气场，我给大家捋了一遍。现在你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自己身上符合几条。如果你中了3条以上，我告诉你，不管眼下多困难，别灰心，你的福气在后面等着呢。你的身体底子是对的，能量频率是对的，只需要等到那个时机，风云际会，你就能一跃而起。如果你发现1条都没中，甚至全是反着来的，手脚冰凉睡不好，眼神飘忽总叹气，那你可真要警惕了。这不仅仅是穷或富的问题，这是你的健康和生命状态出了预警。我猜肯定有人在想，完了，我1条没中，是不是这辈子就注定是个穷命，该躺平了？我告诉你，你要是这么想，那你这辈子可能真就难了，因为你这叫志气，自己把自己困死了。中医里头最难治的并不是绝症，是失神，是病人自己先放弃了。命运也是一样。我今天讲这15条，不是为了让大家对号入座然后绝望的，我是想给你们一面镜子，照照自己现在的病灶在哪儿。接下来这部分，不管你是20岁还是50岁，都请认真听，因为这才涉及到怎么从根子上调整，这在外面很多人是要收高价才肯说的。今天在安康百汇，我免费分享给有缘的朋友。咱们讲个真实的例子，几年前有个做生意的老板林先生，被朋友硬拉着来找我。这人一进门，我都不想细看，为啥？那股子衰败的气息，离着老远就能感觉到。40多岁的人，看着像60，头发油乎乎的，两眼无神，眼袋大得吓人，那是典型的肾阳虚了。他一坐下，腿就不停地抖。我刚才说了，这叫男抖穷。他跟我诉苦，说这几年邪门了，干啥啥不顺，投资房子，房价跌，跟人合伙，合伙人跑了，好不容易接个大单，工厂又出事。他问我是不是撞邪了，是不是祖坟有问题。我盯着他看了半分钟，说你是撞东西了，但不是鬼，是你自己把你命里的财库捅了个大窟窿。他一脸懵，说我每天工作16个钟头，为了应酬把胃都喝穿了，我这么拼，怎么是捅窟窿呢？各位，
这就是现在人最大的误区。你以为透支身体就是努力，就是奋斗，我告诉你，这叫杀鸡取卵。他只管向身体索取，从来不给身体补充和修复。这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天天打仗征兵，从不让百姓休养生息，国库能不空吗？我对林先生说，你回去先做3件事。第一，晚上11点后，天大的生意也别谈，手机关机，睡觉。第二，把你那些冰啤酒、海鲜刺身、冷饮全停了，只吃热乎的饭菜。第三，每天早晨去太阳底下站会儿，什么都不想，就站半小时。他当时根本不信，说我都快被债主逼死了，你让我去睡觉晒太阳，你这不耽误事吗？我说，你就信我这一次。你现在这身体，就像一辆快散架的车，油箱漏油，发动机冒黑烟，你还拼命踩油门想上高速，你再开2公里，直接车毁人亡，到时候别说还债，老婆孩子都得跟别人过。这句话把他骂醒了，他硬着头皮回去照做，我也给他开了几副药，主要是强心肾、排寒湿的方子，这么调了大概3个月，3个月后，他自己找上门来了。精神面貌完全变了，走路带风，脸上黑气没了，透着红光，眼睛有神了，说话声音也洪亮了。他跟我说了件特神奇的事，他说，就在他感觉身体好起来这个月，以前那个跑路的合伙人居然主动联系他，说心里过意不去，退了一部分钱回来。紧接着，一个以前怎么谈都谈不下来的客户主动打电话说，老陈啊，我看了一圈，还是觉得你实在，那个项目给你做吧。他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啥都没干，甚至比之前还懒了，怎么运气突然就好了？各位，重点来了，这里的道理，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同频共振。在这个世界里，万事万物都有它自己的频率。钱是什么？钱也是一种能量，它是流动的。中医讲水为财，水往哪流？往低处流，往能容纳它的地方流。以前林先生身体垮掉的时候，他整个人的频率是焦躁的、恐惧的、混乱的。这种频率是什么？是排斥力。你越拼命想抓钱，你那种贪婪又害怕的磁场，反而把钱推得越远。就像你举着网兜，疯跑着追蝴蝶，累个半死，蝴蝶早下飞了。可当他身体调好了，阳气足了，心神安宁了，不慌乱了，他的频率就变成了平和的、稳定的、有吸引力的。他坐在那稳如泰山，就像一朵静静盛开的花，花若盛开，蝴蝶自来。这就是所谓天选之人的核心秘密。所以我们怎么把自己修炼成那种容易吸引好事的体质呢？除了对照上面那15条，我再给大家几个核心的内功心法。第一，要学会养胆气。很多人不成事，不是没脑子，是没胆子。机会来了犹豫不决，前怕狼后怕虎。中医讲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你胆气不足，就做不了决断。怎么养胆？首要就是别熬夜，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子时是胆经值班的时候，这时候你不睡，还在刷手机耗精神，胆气就生发不起来。胆气虚，人就容易受惊吓，容易被别人影响。你想翻身，先把子时觉睡好，胆壮了，看问题就像站在高处往下看，清清楚楚，该出手时就出手，成功率自然高。第二，要戒掉怨气。我见过太多困顿的人，嘴里永远在抱怨，怨父母，怨老板，怨社会。从中医讲，怨气最伤脾胃和肺，你一抱怨，气就堵在胸口，这叫肝气郁结。木克土，肝气一郁，脾胃这个管运化财源的器官就瘫痪了。而且怨气是顶晦气的东西，你一抱怨，脸是苦的，声音是衰的，贵人见了你都绕道走，谁愿意帮你？想翻身，从今天起把嘴管好，遇到倒霉事咽下去，当成老天爷考验你的定力。你能把怨气转化成不服输的志气，你的格局瞬间就大了。第三，要懂得聚气。现在诱惑太多了，手机信息、游戏、短视频，无时无刻不在偷走你的注意力，消耗你的精气神，这叫神散。
真正能成事的人都极其专注，他们会做减法。你看那些大企业家，一辈子可能就深耕一个领域，做到极致。这时候，他全身的能量都聚焦在一个点上，那个穿透力是惊人的，就像太阳光，你用放大镜聚在一点，能点燃纸，要是散开着照，一天也热不了。你们很多人为什么感觉使不上劲？因为你们是闪光灯，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气全散掉了，怎么可能击穿困境？你要学会在喧闹中守住自己的心神，不管外面是牛市熊市，是狂风暴雨，你心里得有根定海神针。这根针就是你对身体的感知，对情绪的控制。说到这，我想跟那些正在低谷里的朋友说几句心里话。也许你现在负债，也许你一身病痛，也许你一身病痛，也许你觉得被全世界抛弃了，请你相信，这不一定全是坏事。易经讲包吉必富，一层层剥落，剥到只剩下最核心的果实的时候，新的生命就要开始了。老天爷让你摔这个跟头，让你得这场病，让你破这次财，很可能是在救你，在提醒你，孩子，你的路走歪了，你的状态不对了，你得停下来，好好修修自己这辆车了。如果你能听懂我今天说的，从现在开始，停止向外盲目所求，停止无谓的焦虑，回到你的身体里来，关注你的一呼一吸，关注你吃的每一口饭是否舒服，关注你睡的每一个觉是否香甜，把你冰凉的手脚捂热，把你浑浊的眼神养亮，把你急躁的脾气磨平。当你把这些做到了，你不需要去求神拜佛，你自己就是最好的风水。你会发现你的直觉变准了，能嗅到危险和机会，你的身体变轻快了，干活不觉得累，你的气场变强了，以前瞧不上你的人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这就是内圣外王，里面修好了，外面的名利富贵都是自然而然跟着来的。最后送大家一个词，利他。天道循环，你发出的善意终将以某种方式归来。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有所触动，请别独自收藏、点赞、留言或转给需要的朋友。这并非为我，而是当你传递美好时，就是在打开心量，积累福报。世上没有注定的穷命，只有不肯改变的思维与习惯。运可改，但非靠外物，而在根本。从今晚早睡开始，把冰水换温水，练习真诚的微笑，学习在小事上让步。当你养护阳气，聚拢心神，疏通气血，你的面相、声音乃至际遇都会悄然改变。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身体自有小宇宙，存着无穷能量。各位，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一场修行。修什么？修的就是我们这一口气。气顺了，命就顺了；气足了，运就来了。我希望今天在安康百会说的这番话，能像一根针，扎醒那些还在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人。别再抱怨老天不公了，老天爷给每个人的机会，其实就藏在你的身体里，藏在你的一言一行、一呼一吸之间。从这一刻起，把过去的失败都放下，把自己当成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重新去养护你的精气神。相信我，只要你身上的那股气顺了，那股神聚了，那等着你的好日子，那逆风翻盘的人生，就在下一个转弯处，等着与你相遇。记住，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身体里本就藏着巨大的宝藏，别把它荒废了，亲手把它挖掘出来，让它发光吧。咱们江湖路远，有缘再见。我是安康百会里那个盼着大家身体安康、生活富足的老朋友，咱们下回再聊。